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0月30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YouTube 会员，1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好，那记得多留言，多点赞，多多的支持老师啊！欢迎林子 Alexander、秀秀、裴静、Henny， 还有 Lee Tennis， 还有蓝墨，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 Part 2。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家这个词汇啊，那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的学习家庭，还有家长。Hello， 心中好久不见了啊！好，老师再念一次：家庭、家庭、家长、家长。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家庭，很简单，家庭就是 family 的意思哦。家庭，好，是个名词。我们看一下例句：美丽是个家庭主妇。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叫做家庭主妇。各位同学，你们是不是家庭主妇呢？家庭主妇就是她不需要去外面工作，可能工作的人是老公，那家庭主妇就要负责打扫，负责照顾小孩，负责把家里整理好，负责煮晚餐、早餐。那可能你在家里是一位家庭主妇哦。好，有人问老师说：“老师，你剪头发了？”是的，老师今天去剪了头发，剪得很短很短。老师比较喜欢短一点的头发，这个在台湾叫平头平头就是很短的头发，平头。好，那么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的话，你的工作呢，就是把家里就是在家里做家务、煮饭、洗衣服、洗碗、照顾小孩啊。对，平头没有错啊。好，美丽是个家庭主妇。秀珍说：“我不是家庭主妇。”冷不冷？不会，现在台湾不会冷。现在台湾的气候非常暖和，所以一点都不冷啊，反而有点热，我觉得啊。好，我们看一下，光头是完全没有头发才是光头哦 ，bald 哦。林子说光头，光头是完完全全没有头发的人才能叫光头啊。好，那家庭主妇可以是男生吗？不可以，主妇一定是女生。如果是男生，我们叫家庭主夫。当然现在有很多男生哦，他是负责在家里面，那工作的人是太太，那他先生不工作，在家里负责做家务，负责照顾小孩。那么如果是 house husband， 我们中文说家庭主夫，家庭主夫哦。那现在家庭主夫比较少，但是越来越多了哦。好，女生的话叫家庭主妇哦，一定是女的才会叫主妇。好，那另外一个跟家庭有关的词汇叫做家庭教育。好，教育我们学过了，叫 education， 教育。好，那家庭教育对一个人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的家庭教育很好，父母亲把你教得很好，那么你的家庭教育就很好，你可能比较善良，你可能比较独立，你可能比较负责。所以家庭教育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这3种教育是我们人一生中会接受到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啊。
homeschooling 不能叫家庭教育吧？家庭教育比较像是你在家庭里面，父母亲教你很多事情，这个都可以叫家庭教育哦。和尚可以叫光头，可以啊。和尚的发型就是光头，因为和尚没有头发所以和尚是光头。好，我们来做题目。家庭教育孩子的对很重要成长。哇，好快，你们的答案已经写出来了哦。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对 for 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好 OK， 真的我觉得一个人负不负责，独不独立，是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家庭教育、父母亲的教育占了很大很大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往下看，单亲家庭。好，那单就是一个，单就是 single 一个而已，单亲就是一个，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所以单亲家庭表示在这个家庭里面，可能是爸爸跟小孩，可能是妈妈跟小孩，不是爸爸妈妈，这个叫单亲家庭，只有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跟小孩子组成一个家庭。那为什么呢？可能夫妻离婚了，或者是爸爸去世了，或妈妈去世了，所以只剩下爸爸或妈妈来照顾孩子，这个叫单亲家庭。有些人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他可能过得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不能够同时有爸爸跟妈妈的爱所以单亲家庭的小孩通常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他没有办法得到父母亲的爱他只能得到爸爸或妈妈的爱好，那有些同学可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对不对？ Come from 来自于。好， single parent family， 他家庭单亲一个，来自。好，老师刚刚说来自于，我们可以加一个于，没问题，也可以不要有于来自于来自于。好，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他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那他的单亲就是爸爸，这个小女孩跟爸爸在一个家庭里面好，他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好，很棒他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Mandarin 说，我在想要给我的孩子怎么样的家庭教育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 subscribe 订阅 ring the bell 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杯咖啡，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老师好，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家长。家长，好，家长指的是学生或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好，那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说家长跟父母有什么不一样？一般你说家长的时候，你是老师对着你的学生说你的家长呢，其实指的是你的父母呢。所以我们用家长的时候，通常是跟学生或跟你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当你要提及他们的父母亲，我们会说你的家长呢？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家长，什么意思？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父母的意思。所以家长 parents 特别用在孩子的父母或学生的父母好，对，蓝墨有的叫没出息，对不对？这个我知道好，那这里有一个词汇比较难叫监护人。什么叫监护人呢？正常来说，你的监护人是你的父母，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了，你的监护人就是照顾你的人，可能是你的爷爷或奶奶，或者是你的叔叔
甚至是养父养母。所以监护人指的就是负责你的人，照顾你的人，叫做监护人。一般是针对小孩子，小孩子的监护人，小孩子未成年的人会有监护人。如果你还没有满18岁，那么你会有监护人，通常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没有爸爸妈妈，那么可能是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阿姨等等，负责你的人就是照顾你的人一般来说是未成年的人才会有监护人好，那这个算是一个法律名词like legal term， 一个法律的名词好，月莹说，我觉得单亲爸爸，对，我们中文可以说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就是 single father、single mother， 单亲爸爸、单亲妈妈好，秀珍说有些对，这是我们的题目有些家长太溺爱孩子了。好，所以这里的家长指的就是孩子的父母，孩子的爸爸妈妈。有些家长太溺爱孩子了。什么叫溺爱？你太宠爱你的孩子了。孩子说什么你都说好好好好好。孩子说我要吃蛋糕，好好好好好。孩子说我要买新手机，好好好好好。孩子要什么你都说好，这个叫溺爱。溺爱是一个负面的词汇，我们不要溺爱孩子，因为孩子会养成不好的习惯，孩子会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呀，我什么都要，你什么都给我，所以我们不可以溺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时候应该要告诉孩子你应该有什么责任要做，你应该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男朋友太溺爱女朋友可以，没问题，溺爱表示你太过宠一个人了可以，你可以溺爱女朋友，可以可以的，没问题。好，还有呢，可能爷爷奶奶，有一些爷爷奶奶太溺爱孙子了孙子要买什么，爷爷奶奶都买给他，所以溺爱一般就是用在长辈对孩子当然你要说男朋友溺爱女朋友当然也可以大部分是用在长辈溺爱孩子上面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家长的词汇。第一个叫做家长会。一般来说，如果你有孩子在学校上课每隔一段时间老师会举办家长会，会请孩子的爸爸妈妈来学校开会，讨论一下小孩子的成绩好不好学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家长会就是请学生们的家长们，学生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到学校，大家一起认识，一起开会好，溺爱的反义词好像没有溺爱有什么反义词没有，就我想不出来溺爱的反义词好，所以各位同学，你明白家长会的意思吗？就是请孩子们、学生们的家长、老师会请孩子们的父母来到学校里面一起开会，了解一下孩子的需求，了解一下孩子的学习状况这个是家长会PTM 对。好，家长会下周将在举行。好，家长会将在下周举行。家长会将在下周举行，很棒。好，家长会将在下周举行。好的。如果你说溺爱的反义词，可能我会想到疏于照顾吧因为如果溺爱是非常宠爱嘛，那如果是疏于照顾，那就表示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所以我可能会想到疏于照顾 neglect of taking care of your kids， neglect of taking care of your children， 疏于照顾。
也就是可能有的父母亲因为工作很忙，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小孩，那是不是就是溺爱的反义词呢？疏于照顾自己的孩子，爸爸太忙了，妈妈太忙了，所以他们疏于照顾自己的孩子哦，对对对，艾云还记得我说过的故事，对不对？爸爸受伤了不能够吃好吃的便当，对不对？因为小浩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的爸爸就叫做单亲爸爸好，疏于照顾疏就是疏忽的意思，疏忽 neglect 疏忽。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家人这个词汇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非常 commonly used， 疏于。好，那么对，生活有时候我们会疏于照顾自己，甚至会疏于照顾自己好，家人就是家庭里的成员我们中文可以说家庭成员，谁帮我打一下？你可以说家庭成员，家人就是 family member， 家庭成员可能是爸爸妈妈你自己，爸爸妈妈小孩。那如果是大家庭，家人可能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跟你自己，还有哥哥姐姐等等，这些都是你的家人家人一般指的就是爸爸妈妈好，甚至可能是你的宠物，你很爱你的宠物，宠物也是你的家人也是这个家的家庭成员好的，亨利是谁？这只狗叫亨利是家人也我们的，你们速度好快，亨利也是我们的家人，因为全家人都爱这只狗，这只狗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好，可以这样说，完全没问题。亨利也是我们的家人，亨利也是我们的家人父母亲总是溺爱自己的儿子，但对女儿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就像重男轻女，对不对总是偏心吧，可能我们会用偏心，你们知道偏心吗？可能有的父母亲特别偏心，他对儿子比较好，对女儿比较没有那么好，这个我会用偏心。父母亲对我很偏心，因为他对哥哥比较好，他对弟弟比较好，都对我不好偏心，有的父母亲很偏心的是吧？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大家可能会把家属跟家长搞混了。老师，家属跟家长有什么不同？好，我们再说一次家长特别是学生跟孩子的父母亲，我们叫家长。家属不是，家属是病人或者公司员工的家人，我们会叫家属所以中文跟英文很不一样，对不对？如果是学生跟孩子的父母，我们叫家长；如果是病人，在医院里面，病人或员工，员工就是公司里的员工，我们可以比如说他们的爸爸妈妈之类的亲戚都可以叫家属。所以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家属跟家长的不同，甚至有的人生病生了重病死了，死人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我们赶快通知他的家属。比如说病人病得很重，最后死了，那我可以说他已经病死了，我们赶快通知他的家属所以病人、死人、员工的家人都可以叫家属不一样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他的情况不对，家属通知 inform 通知就是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告诉别人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叫通知好，他的赶快就是 hurry up
hurry up 就是马上赶快啊。好，他的情况不对，赶快通知他的家属。答对了。那各位同学，你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了，这个男人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情况不对，可能他的病突然变得更严重了，所以医生就说赶快通知他的家属。哦，那老师可不可以说赶快通知他的家人？也可以。可不可以说赶快通知他的家长？不行，因为这个男人不是小孩子了，这个男人是成年人了。哦，好，老师再说一次，他的情况不对，赶快通知他的家属。他的情况不对，赶快通知他的家人，可以用家人。他的情况不对，赶快通知他的家长，不可以用家长，除非他是小孩或者是学生哦。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当事人的身份来决定用家属还是家长啊。好，对，他的病情突然改变了，他的病情突然不同了啊，转变了，他的病情变严重了啊。好 ，OK，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了解了家长跟家属的不同啊。那我们今天呢也学到了家庭，好，这些词汇都是很常用的，希望大家今天有学到新东西。我们下周见喽，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